每天都有大事发生，各大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道总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的角度。怎么迅速而不遗漏获得它们中的要点呢？今日六度团队根据权威媒体、智库和官方机构提供的信息，对此做出专业整理、分析、比较，让大家对重大事件了解更深入，掌握更完整。我们会不断升级今日六度的智能与专业性，欢迎大家收看。中国富人和中产阶级寻求机会分散投资。路透社，随着中国 COVID-19 边境管制的放松，被压抑的现金正在流出该国。中国的投资提振了整个亚太地区的房地产市场。这一时刻的数据表明，资本流出中国的新需求，中国富人和中产阶级寻求机会分散投资，并将资产保持在当局无法触及的范围之内。虽然由于对资金向海外转移的持续限制，我们不太可能看到资金外流或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但这些趋势表明缺乏信心，并将拖累人民币。在新加坡，华人家庭和资金正在进入该国。自大流行以来，会计师事务所 CS Corp 获得了300名主要是中国客户。在新加坡，中国人是最大的外国买家，尽管房地产印花税急剧上升，但与去年的火热步伐相比，购房仅略有降温。相反，加拿大对外国买家实施了为期2年的禁令，而泰国则经历了来自中国的越来越多的询问。自重新开放以来，很多人一直在泰国旅行，他们会关注房地产市场。深圳一家专门购买海外房产的公司的营销经理 Jenny Yan 说，泰国或马来西亚的房产相当便宜，甚至比中国3线城市的房产还要便宜。他说，豪宅售价约200万元人民币，30万美元，公寓占其中的1/4。中国买家抢购从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到泰国的房产。南华早报，根据代理商和数据，中国对海外房地产的需求正在上升。分析师表示，中国解除 COVID-19 边境管制导致新的需求将资本迁出中国，房地产信心薄弱，政府的税收规则和对财富积累的批评使海外投资更具吸引力。外流数据有限，但据报道，中国对新加坡房地产的需求不断增加，对泰国的兴趣也在增加。在边境放宽的刺激下，中国学生也在悉尼和墨尔本购买房产。中国3月份工厂活动增长因需求疲软而步履蹒跚，财新采购经理人指数。路透社，中国工厂活动在3月份停滞不前，原因是全球需求疲软和生产放缓拖累了该行业的增长，增加了后疫情复苏的不确定性。财新标普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上个月跌至 50.0， 低于路透社预期的 51.7。周五公布的官方采购经理人指数也凸显了经济增长放缓。但北京今年的经济增长计划约为 5%， 当局将专注于稳定就业和促进国内消费需求。金融机构认为，预计新经济工作组将出台更多有利于商业的政策，但对刺激措施的预期较低。香港的赚钱基因战胜了新加坡。南华早报，恒隆地产主席陈志宗表示，香港拥有许多独特的优势，包括其赚钱基因，使其成为家族办公室和希望在亚太地区设立的家族办公室的黄金地段。陈说，香港的魅力使其与其他人造和超级无聊的国际城市区分开来。他没有具体说明他指的是哪些城市，但表示新加坡缺乏魅力。据报道，富有的中国投资者一直在将资金从香港撤出，转而选择新加坡。然而，香港正在宣传自己是亚洲的家族办公室中心，其取消了 COVID-19 限制，并作为大湾区的一部分，比竞争对手更具优势。陈概述了香港的6个 G 遗传优势：地理位置、诗语文化、大湾区、政府和徽制。这座城市地理位置靠近中国，对投资者更具吸引力，
并且拥有慷慨的捐赠文化。香港也拥有由政府和重要的情报研究机构培育的有利营商环境。陈说，这些优势使香港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商业目的地，将吸引新一代来香港工作。香港政府于3月举办的财富向善论坛吸引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家族办公室的约400名代表，讨论针对慈善事业、艺术、科技、环境以及社会和管制 ESG 问题的举措。其他中国应用程式席卷美国。BBC 在最近对 TikTok 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进行审查之后， BBC 强调了另外3个成功的中国拥有的移动应用程式，这些应用程式在西方市场产生了重大影响。视频编辑应用程式 CapCut 由 TikTok 的母公司位元组跳动拥有，旨在提供一系列功能，如滤镜和特殊效果。在线时尚零售商 Shine 的估值近150亿美元，由中国亿万富翁 Chris Su 创立，通过社交媒体行销低成本产品来瞄准 Z 世代使用者。网上超市铁幕 Temu 销售从服装到电子产品的各种商品，绕过仓库商店，让顾客以低价直接从中国制造商那里购买。尽管像苹果这样的美国科技公司已经为保护用户数据进行了漫长的法庭斗争，但在全球范围内，中国拥有的应用程式公司背后的数据隐私和共产党审查仍然存在风险。华盛顿邮报，特朗普可能妨碍调查。英国独立报，据报道，美国司法部 DOJ 在调查唐纳德·特朗普涉嫌在担任总统期间不当处理他在白宫期间的机密档时，正在围绕妨碍司法的问题展开诉讼。调查已经进行了几个月，多个知情人士已经向华盛顿邮报通报了这一进展。具体来说，调查被认为集中在特朗普是否阻碍了当局试图保护他存储在私人度假胜地马阿拉戈庄园的所有机密材料，这些材料未经国家档案馆许可而保存。这种情况描绘了特朗普与麦克·彭斯 Mike Pence 和乔·拜登 Joe Biden 等政府成员之间的明显差异，他们在被问及时交出了他们的敏感记录。纽约计划通过路障和法庭关闭让特朗普自首。Japan Times， 纽约正在准备抗议活动，以回应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大陪审团调查中对向色情明星 Stormy Daniels 支付封口费的起诉。特朗普是历史上第一位面临刑事指控的美国前总统。包括共和党议员 Marjorie Taylor Greene 在内的支援者计划抗议，而社交媒体用户则呼吁执行起诉陪审团和检察官。市中心的法院是刑事法院和最高法院的所在地，将在特朗普预期出现之前关闭一些法庭。纽约市警方已在特朗普大厦周围设置了金属屏障，并封锁了法院附近的道路。虽然这位前总统面临刑事指控的奇观肯定会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但目前尚不清楚他是否会吸引大量抗议者。虽然特朗普是土生土长的纽约人，但他在家乡赢得的选票相对较少。特朗普被提审后将在佛罗里达州发表讲话。澳洲 ABC，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成为周二第一个面临刑事指控的人。此前他因与封口费有关的指控而被起诉，其中包括他违反选举法的指控。特朗普将在曼哈顿法院被指纹识别和拍照。他计划在提审后在棕榈滩的 Mar-a-Lago 庄园发表讲话。共和党律师乔·塔科皮诺 Joe Tacopino 表示，他预计传讯的细节将在今天得到解决，并将这些指控描述为出于政治动机，目的是在特朗普寻求在2024年重新获得总统职位时伤害他。对特朗普的具体指控尚未公开，但曼哈顿地区检察官阿尔文·布拉格正在领导调查。这些指控源于在2016年竞选活动前几天向成人电影女演员 Stormy Daniels 支付的13万美元，
丹尼尔斯说，他被付前对2006年与特朗普的性接触保持沉默，他否认了这一点。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可能会将公开言论集中在他认为的政治迫害上，以及司法系统操纵选举的政治武器化。特朗普计划今天从海湖庄园飞往纽约，在出庭前在特朗普大厦过夜。前阿肯色州州长阿萨·Asa Hutchinson 周日宣布参选2024年共和党提名，并呼吁特朗普退出竞选。然而，包括其他总统竞选人在内的著名共和党人已经加入特朗普的行列，将这些指控描述为政治指控。美国共和党众议员麦克·特纳 （Mike Turner） 在谈到起诉书时告诉 CNN：“ 我确实认为这是出于政治动机。当你有取消文化时，这是一回事；当你有一个取消刑事司法系统时，这是另一回事。”前曼哈顿检察官解释，为什么特朗普没有早些时候受到指控。英国独立报前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塞勒斯·万斯 Cyrus Vance 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及为什么他的办公室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没有组建大陪审团，听取与前总统向斯托米·丹尼尔斯 Stormy Daniels 支付封口费有关的证据。由于司法部在调查犯罪方面通常拥有资历，万斯的办公室被要求停止对前总统活动的许多方面的调查，包括向丹尼尔斯支付封口费。万斯出于对司法部的尊重而遵守了这一要求，但对联邦检察官当时不对特朗普提起刑事诉讼的决定感到惊讶，并且显然不同意。特朗普将于周二被传讯总共32项刑事诉讼罪名，涉及试图推翻选举结果和违反2016年选举周期产生的竞选财务法等行为，包括向2名女性支付封口费。石油冲击可能使全球经济陷入困境。The 欧佩克加最近减产120万桶日，可能会唤醒尚未降至可持续水平的通胀率，尤其是在油价上涨并保持高位的情况下。如果油价持续上涨，可能会促使各国央行在更长时间内维持较高的利率，从而将通胀率降至可持续水准。不确定降息是否会在宣布的水平上进行，也不能保证即使减产，他们也会保持高价。欧佩克加上一次宣布减产是在去年，油价短暂飙升，1个月后回落。虽然一些专家认为，俄罗斯最近对石油出口的削减可能掩盖了该地区复杂油田产量的下降，产量部分是通过西方公司及其支持机制的撤出来维持的，但其他人认为削减对油价没有影响，油价暴跌。俄罗斯延长减产，加上沙特领导的一批产油国减产，可能会使欧佩克加今年下半年的日产量减少160万桶。这些减产可能导致全球减产约 3%。 然而，美国官员称欧佩克加此举不明智，因为他们的政策可能会阻碍美国在降低通胀率方面的进展。如果减产推高价格，它将给通胀率已经上升的国家带来压力，这将对增长率疲软的经济体造成特别打击，例如在欧洲。乌克兰战争和仍然居高不下的通胀率正在抑制经济增长。从本质上讲，除非全球经济增长出现巨大的、意想不到的飙升，从而产生通胀压力，否则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产油国的减产将为油价奠定基础，与全球增长前景疲软相一致。欧佩克加意外减产导致油价飙升。金融时报，油价大幅上涨。高盛上调了对布伦特原油的年终预测。此前，欧佩克加国家宣布因需求疲软而意外减产超过100万桶日。虽然美国标记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上涨 8% 至每桶 81.69 美元，但国际石油基准布伦特原油周一在亚洲早盘交易中飙升 8.4% 至每桶 86.44 美元。高盛 Goldman Sachs 的经济学家将该行对布伦特原油的年终价格预测上调5美元至每桶95美元，
原因是预计单日产量下降约 1.100万桶日，并将2024年底的预测上调至每桶100美元。高盛 Goldman Sachs 经济学家 Don Striven 表示，此举意味着类似于卡特尔在2022年10月进行的预防性减产，并补充说，与那时不同的是，全球石油需求的势头是上升而不是下降，而中国复苏强劲。分析师认为，意外减产发生在欧佩克加正式会议之外，这对卡特尔来说是不寻常的，可能是由于担心银行业最近的危机可能会削弱全球对原油的需求。与此同时，分析师警告说，石油产量的削减可能会对中东主权债务的融资产生连锁反应。据彭博社报道，前所未有的减产可能会损害欧佩克国家的信誉，这些国家需要更高的油价来增加预算平衡和经常账户盈余，从而给债券带来下行压力。油价上涨每桶5美元。路透社10月4日，油价上涨约5美元每桶。此前，欧佩克加为稳定市场而意外减产。截至格林威治标准时间0039，布伦特原油价格涨至每桶 84.95 美元，涨幅为 6.3% 或 5.06 美元，而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达到每桶 80.47 美元，涨幅为 4.80 美元或 6.3%。欧佩克加决定每天减产约116万桶，使减产总量达到366万桶日，相当于全球需求的 3.7%。高盛将欧佩克加2023年底产量预测下调110万桶日，将2023年和2024年的布伦特原油价格预测分别上调至每桶95美元和100美元。拜登政府对欧佩克加的声明做出了反应，称其认为此举是不明智的。此前，布伦特原油价格暴跌至每桶70美元，为15个月来的最低水准，原因是担心全球银行业危机和利率上升可能会打击需求。谢谢大家收看今日6度世界版，更多及时的新闻，请看6度世界，3w.6度.world。